转向精准，滤震柔韧，车尾灵动，制动成绩不升反降，只升到了40.2，完全不像首次燃脂造车的企业能调出来的产品。最鸡肋的双表盘，快逼出刻板行为了。不仅疼，影响家庭和睦。你爱信不信？车机智能方面，我们也发现了一个令人发指、令人怒不可遏的大槽点。所以，小米SU7能不能成为零故障俱乐部成员，扬我国威呢？大家早上、中午、晚上好，欢迎收看《真10万公里长测》，我是楚少。今儿啊，咱们是来填坑的。此前在做小米SU7横评节目的时候呢，答应兄弟们投币过万就买车长测，最终啊，大家伙共撒币1.9万个，没放过任何能让一车掏钱的机会。其实早在SU7霸榜热搜的预售当夜啊，长测组小伙伴就跟我商量说，咱要不也跟风下单吧？热度这么高的车，值得一个长测呀。但当时我表示，我知道你们很急，但先别急，咱们先拍横屏看看精神股东们想不想看小米长测。另外啊，别看网民们朋友圈晒单一时爽，等交尾款就火葬场了呀！真买的没几个，就算是晚下单，咱也能分分钟提车。专业的解说就是要敢于下判断。后来。不是哥们儿，中国新能源车你不买他不买，难道要我买吗？这话是不是你们说的？合着你们真他妈咔咔买呀？等到年底，对于长测节目来说呢，肯定是不能接受的。所以啊，我们被迫开启了全国求车之旅。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闲鱼显示车在宁波处。啊，宁波大哥转让的订单呢，可以即刻提车。另外啊，他还抢到了限时免费选装权益，能薅的羊毛是都薅满了。只是转让费一口价8000，我祝这些发小米财、华为财的一辈子演唱会都买黄牛票，12306永远补票补不到。所以我们这部小米SU7 Max 的落地价呢，就是车29万9加保险8500加订单转让费8000，共计31万6，出一点点头。看在我们又花了冤种费的份上，管兄弟们要个点赞、投币3连支持，不过分吧？当然啊，这还不是我们为这部小米付出的全部。为了验证雷总围绕SU7研发的一系列周边配件的耐久性表现，我们还从官网上购入了车载无线充电手机支架、智能双表盘和中控屏物理按键，又花了1347。据编辑们反映啊，自己动手安装这些配件是真的有些费劲儿。如果SU7车友群里有小姐姐也买了配件且安装有困难的，可以私信楚少的个人。后来小米官方商城啊又上线了一个爆品，就是A 版手型气门芯帽。兄弟们乐此不疲玩梗的时候，人雷总早就想好了怎么收玩梗税赚钱了。他怎么这么会呢？物超所值。这个玩梗税啊是29.9块2个，不仅SU7上可以适配，甚至摩托车、电动车、自行车上也可以适配。但也正因为它的适配度太高了，长测SU7的司机班组们啊，每天都很焦虑。上车前、收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绕车一周，看看啊优还 OK 不，有没有丢了。毕竟买这个气门芯帽啊，虽不贵，但也没0元购实惠呀。顺丰虽然很快，但也没顺手快呀。总之是给师傅们啊，快逼出刻板行为了。好的，出发。从宁波完成交付仪式啊，这部SU7 Max 便披星戴月坐着板车直奔环境舱，做新车状态车内空气质量检测了。先来看国标空气质量检测，它模拟的是车辆隔夜停放，您第二天拉门上车时，车内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含量状况。这项测试啊是有明确的推荐值标准的。实测SU7 Max 各检测项均在国标推荐范围之内，就连中高端新能源车的老大难问题啊，乙醛系数量都控制得刚刚好，安全上岸。
第二项呢是 ISO 空气质量检测，它模拟的是夏季太阳照射数小时后车内的空气质量情况。由于不同内饰颜色，哪怕经过相同时长的照灯炙烤，车内温度呢也无法做到统一。所以这项检测啊，不像国标检测那样有明确推荐值标准。我们拿出了所有参测车型的大数据进行横比，发现苏七 MAX 甲醛析出量很低。其他检测项呢也没有倒数的，更没有哪项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析出量啊是爆表的。而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啊，其他参测车型在经过照灯炙烤后呢，车内温度通常会飙升至43到46度，可苏七在相同照射时间内啊，车内温度只升到了40.2度。看来雷总在发布会上浓墨重彩介绍的这个隔热隔紫外线技术啊，确有奇效。谢谢。而由此带来的信号不好、导航偶尔偏移的问题，无伤大雅。毕竟苏七小姐姐车主居多，而社交礼仪懂的都懂。约会女生迟到你就死等，你若迟到那就等死。另外呢，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啊是温度越高，分子活动越剧烈。说人话啊，就是这个越热，有害物质系数越多。所以苏七隔热效果好，也会对车内空气质量有直接的帮助作用。走出环境舱，苏七 MAX 呢也就正式开启了自己的长测之旅。此刻啊，已经跑了1万公里了。期间工况呢，城区路段为主，高速占小比例，负载呢均为单载。3000公里磨合期后啊，会进行新车状态首次性能测试，基本就是这个使用强度。那咱们马上进入兄弟们好奇心最强、最喜闻乐见的故障汇报环节。咱雷总软件出身，造过手机，造过家电，但造车还是大姑娘上轿头一遭。虽然招兵买马引进了，当然啊，自己也足够刻苦努力试车做笔记。但谁第一回造车就能做到万无一失啊？车圈可不是这么没有门槛的。所以我们看到苏七 MAX 使用1万公里出现的故障次数是0。啊，是的，就是连一次系统误报的故障灯刷不开门、被迫罚站等诸如此类需要克服一下的小问题都不曾有过。当然，米粉们啊，也别先急着高潮。1万公里无故障这事儿究竟含金量如何啊？勤劳勇敢的本期导演暗读劳形，扒了一下真10万公里长测上线的43款车型的数据啊，其中在1万公里内无故障的有27部，占比62.8%，也就是啊多一半车型都能开个好头。可最终跑完10万公里呢，还能做到全程零故障的，只有比亚迪秦 PLUS DM-i、本田皓影、雷克萨斯 NX350H 和丰田塞纳这4部，占比不到10%了。而更令民粹网友们红温的是，4部零故障的里啊有仨日本车，所以小米苏七能不能成为零故障俱乐部成员，扬我国威呢？啊，加油，米 boy 们与你同在！谢谢大家。鉴于这一趴呢，苏七无故障可汇报，那咱们水时长啊，聊聊司机和编辑们开它1万公里沉淀下来的使用感受，特别是那些后期啊希望优化提升的点。首先，大家对苏七 MAX 的行驶品质都打了超高分，纷纷表示啊，它的单腔空气悬架加 CDC 减震，简直是这套硬件组合所能达到的行驶品质天花板。转向精准，滤震柔韧，车尾灵动，完全不像首次燃脂造车的企业能调出来的产品。只是当关闭苏七的动能回收后，它的滑行能力有些过于超出驾驶者的预期了，甚至让人怀疑啊，这个电机是不是在偷偷补油？过弯时呢，往往需要多点一脚刹车。这个后期啊，可以通过 OTA 再精细化的优化一下。智驾部分，由于我们使用 LCC 功能的里程呢没超过1000公里，所以 NOA 的权限啊暂未开启。这部分的体验呢，咱们后补。仅以 LCC 的使用体验看啊，它车道居中保持良好，超车时机呢也足够果断。另外就是感知系统对限速标识的识别呢还是不够准确，常有路牌标着120，但 HUD 里显示限速是100的情况。
车机智能方面，我们也发现了一个令人发指、令人怒不可遏的大槽点。如果吐槽，还请口下留情。就是苏7系统在 OTA 升级后啊，拥有了识别前车型号的功能。我们呢也试了一下，这个准确率嘛，姑且算可以，不过是这个年款没有那么精准。但这个图片来源，最后聊聊苏7这一系列随车配件的用后感啊。目前看最鸡肋的是这个智能双表盘，能显示的信息呢极其有限。酷似瓦力的造型啊，也不像未来的 Nomi 那般可以矫揉造作提供情绪价值。我来了。可能有米粉会说 ，Nomi 那4999能提供的情绪价值，我们699的给不到，不很正常吗？搁其他人呢，我肯定不会提这种无理的要求。可他是雷总啊，699的瓦力 OT 一下对标 Nomi 啊，雷总你一定可以的，给了我巨大的压力。车机屏幕下方外挂的物理按键呢非常好用啊，对行车途中的盲操帮助极大。只是加装后呢很容易顶腿，久而久之啊会让连接处的螺丝有松动。这个东西松了紧一紧都好解决，就是给这个腿磕的青一块紫一块的，不仅疼啊还不好解释，影响家庭和睦。哦，我最后跟你说一遍啊，我这个腿就是在车里弄的，你爱信不信？哦。接下来咱们要汇报苏7 Max 1万公里的长测电耗情况了。在新能源极限续航榜的测试中呢，苏7 Max 在20-30万纯电轿车这个细分领域啊，可谓是嘎嘎乱杀。其他几个核心竞品极限续航里程超450公里都费劲，但它504.2公里一骑绝尘，极限电耗呢也仅为20.03度每百公里。那接下来咱们就看看它长测的表现。这部苏7 Max 行驶里程10188公里，累计记录充电量为1956.99度，计算平均电耗为19.21度每百公里。可能有兄弟会疑惑啊，大部分城区工况加单人单车，竟然没比极限电耗低多少，是咋回事啊？我们分析呢，其一啊是北京夏秋季降雨频繁，雨水带来的行驶阻力的增加，客观上会提升能耗。另外啊，长测过程中呢需要多次充电，那每次充电就会伴有充电枪的线损，而耗电量呢，我们又只能通过充电桩结算画面来读取和累计，自然有一些不可避免的误差。不过19度出头的电耗，对于一部双电机四驱、3秒级破百的高性能纯电车来说，已属相当优秀了。而后面的里程进入冬季后啊，就是对苏7热管理能力的考验了。电耗升高幅度会有多大呢？兄弟们可以点好关注，坐等10万公里长测的最终汇报。最后是苏7 Max 新车性能测试的汇报，依旧是加速制动、车舱静谧性和车身覆盖件间隙面差这4项。先来看直观体现厂商制造工艺一致性的车身覆盖件间隙面差测试。通过测量车身左右对称的20个缝隙点，苏7 Max 新车状态缝隙平均差值仅为0.208毫米，这个数字什么概念啊？仅次于浩瀚平台下极氪 X 做出的0.182毫米，位列全部参测车型的第2名。小米首次造车的成熟度真的是令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震惊啊！再来看加速成绩，前面咱们也说到了啊，宁波大哥这张订单呢用满了选装权益，所以这部苏7 Max 升级成了20英寸轮圈，并配备了键盘值极高的前后不等宽轮胎，前轮245，后轮265，轮胎型号呢是米其林专为新能源车打造的 PSEV。这个轮圈换一个要多少钱呢？大家伙知道吗？哎，我们知道，官方报价啊是2516块。为啥知道呢？因为长测司机失手剐蹭了右前轮圈。为啥会剐呢？可能是墨菲定律吧。司机说啊，他太在意那个 Are you OK 丢没丢了，一晃神儿就蹭了。总之啊，通过这个小插曲呢，可以看到小米的零整比跟 BBA 比，那真是友好太多了。3米准备，3、2、1。说回成绩，在25度的气温下，实测这部苏7 Max 最快破百用时3.02秒，看似跟官方标称的2.78有差距，
但官方测试规则啊和特斯拉一样，都是 one foot roll out， 所以从静止到破百3秒出头啊，已经是相当恐怖的成绩了。在一众常测车型中呢，只略逊于特斯拉 Model S Plaid。可那部车呢，坐拥3台电机，且购入价是苏七 Max 的3倍啊！说一句小米国货之光，不算吹捧吧？再来看刹车，一起赛道事故啊，不仅让几位 UP 主有了泼天的流量，似乎呢也给大家留下了苏七刹车不行的印象。但赛道是赛道，日常是日常。实测单载状态下的苏七 Max 100公里每小时全力刹停的最短距离仅34.63米，连续10次测试中呢，最长也不过35.71米，平均成绩达到了惊人的35.08米。虽然制动成绩不如 Model S Plaid， 但放在30万级别中啊，绝对是独一档的存在。等制动系统充分冷却后呢，我们加大强度，放人放沙袋，将苏七整备到最大满载质量，进行满载制动测试。这一测，看来制动硬件和轮胎呢，显然是有余量的。由于满载后呢，垂直于地面的正压力会增加，苏七 Max 制动成绩不升反降。最优成绩啊来到了34.39米，10次平均刹停距离呢更是夸张的进入了34米区间，为34.85米，说明苏七 Max 安全冗余、绝对制动性能和抗热衰能力均极其优异，非赛道环境外的制动表现啊根本无需担心。最后呢是车舱静谧性测试，各测试点的成绩啊直接给兄弟们打在公屏上了。虽然苏七 Max 只用了单层玻璃，但能和极氪001的隔音降噪表现在伯仲之间。而里程增加是否会令座舱静谧性表现变差，我们也会在5万公里、10万公里再做测试，进行横向比较的。至此，小米苏七 Max 使用1万公里的阶段性汇报啊就聊完了。其实没什么可总结的。点赞！对于一部严谨到小电瓶都是用一块藏一块的车型来说，空气质量全身而退，1万公里零故障，显然都是意料之中的基操。只有懦夫才会拿第一次给自己的发挥不佳找借口，强者只会一行行行行行，咔咔猛干。雷总说过，造车很苦，但成功一定很酷。从这1万公里的表现看啊，显然呢是让他给装到了。而我真心希望它能继续装10万公里、20万公里，给100年全球汽车工业带来一点点来自东方的震撼。苏七 Max 最终能不能零故障通关全程呢？还请持续关注10万公里时做的总结汇报。我们1天4班倒，进度很快啊，不会让兄弟们等太久的。我是楚少，咱们下期再见。